声音 ，OK。我的。大家好，今天是 Steve， 再是我要关于这个语言学习，讲几句话，鼓励你们学习语言。中文才刚起頭，1秒鐘換成日語。言葉の勉強というのはね、僕にとって非常に大切な、僕の生活のその非常に大切な一部だったんですが。以為這樣就結束，沒想到接下來。여러 가지 언어 공부하고 가끔 기억이 없어요. Surtout quand il faut changer de langue, là, des fois le cerveau ne suit pas. Idiomas para mí es una cuestión de gran importancia porque se puede encontrar tanta gente de 자본의 fácil 연기랑 자본호 연기리 발음만 خیلی جالبه. 多国语言接龙齐发，却只是9牛1毛。因为超爱学外语的 Steve 会讲超过20种语言。Поэтому я хочу знать, как вы практиковались в ег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так далее. Тоже я говорю с ошибка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падежи или глагол движения и все это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إذن هل يمكن أن نتحدث ب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قليلا؟ أحاول أن أدرس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لكن يوجد لهجة كثيرة، لهجة شامية، مصرية، خليجية. 自创 YouTube 频道，经常和其他年轻 YouTuber 大外语。一般人学一种语言已经很费力，70多岁的 Steve 为何能一学再学？只会一种语言，那你能听的或者是掌握的声音的范围比较狭隘。学会了更多的语言，你这个声音的范围比较扩广了，所以比较容易模仿新的那个声音。原来全球语言8000多种，却能归纳为10多种语系。Steve 的诀窍是进入某语系学一门语言当敲门砖，其他就容易触类旁通。中文那个例子，那就是汉字嘛。你有汉字呢，就是占日语和韩国话的50%以上。有时候你听不懂，但是在日语他们还用汉字。在韩国话他们不用汉字，但是你慢慢的可以猜出来那是哪一些个汉字。这是我的一些书嘛，所以有各种语言的，有瑞典语，有捷克语，意大利语。母语是英语 ，Steve 明明最不需要学外语，但之所以毛起来学，除了身为加拿大人，从小习惯移民社会大熔炉，也因为外语为他开启机会之窗。那我给你介绍，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是广东点心的饭团。走进港式餐厅，瞬间跌入回忆漩涡。1960年代，加拿大政府要与中国建交，当时年纪轻轻20多岁的 Steve， 身为商务外交官，便被派到香港学中文。我住了香港住了2年半。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是学习普通话，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是那个文化大革命嘛，所以不可以在大陆学。还有呢，在台湾学普通话呢，可能大陆那方面的政府不会喜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加拿大外交官嘛，所以我是在香港学的。也有没有特別好食嘅店？廣東話也能講，流利中文讓他能深入中國社會。成為改革開放前少數能與中方洽談經貿合作的外國人。之後他自請外派日本，9年駐日生涯更讓他體會到用外語與當地人交談的重要性。之後一路開外掛，語言越學越多。我就是愛看醉鬼，好嘛，這個醉鬼可有什麼好看的？哎，有的。但回憶學語言過程，中文依舊是他遇到的第一個大魔王。要想記住每一個字是哪一聲，那不容易，那你就不會說話嘛。因為每次要想那是1聲2聲什麼。那麼特別對我有了很大的幫助呢，是什麼呢？是那些相聲演員，他有一點過分，他的說話跟普通一般人說話有一點強調那些四聲的分別，有一些內容是我不了解，反正
我好奇，但是听不懂，但是无所谓，主要那是培养我那个能够模仿这种次生的。学习外语 ，Steve 从不勉强自己死背文法单字，而是四处找寻有血有肉、能引发心灵共鸣的教材。其中他最推荐的是文学。文学呢，就是代表某一个就是人和一个民族的反应对这个历史过程，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鲁迅。第一个这个短篇小说，我看的鲁迅的小说是《孔乙己》嘛。通过文学，你这个词汇量会增加，你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会更深的了解一些。W tym swoim czasie pisał choreń jednej z swoich korespondencji z Ameryki。造访这天 ，Steve 又有外语新欢，他正计划去波兰旅游，正在积极学波兰语。那些字是从那个句子出来的，所以现在也要把这个句子再放在一起。So, w niedzielę także. W niedzielę także. Let's see. He would read. 用各式小游戏保持自己对陌生语言的热情。就算没办法出国 ，Steve 也会每天至少花1小时创造伪出国氛围，让自己沉浸在外语的世界。按照自己的爱好，自然的，爱什么做什么，慢慢的就会有这个所谓五味嘛。而且我们对语言学习也是这种看法，不要太，完全的学会，这个什么文法，不可能，就是慢慢的多听，多说话，说的错也没关系，听不懂也没关系。从只会母语英语到如今会讲20多种语言。Steve 的语言探险还没结束，词汇声韵助攻，遨游全世界。